Hello， 大家好，烧导来了。燃烧柴火是很多户外露营玩家的灵魂重头戏啊，想要深度体验露营是绝不可缺的。那么今天就带来一款融合2次燃烧技术的柴火壁炉双层4代烤箱，能观看熊熊燃烧的柴火，取暖、多元烹煮合为一体。那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超有趣的露营神器吧。炉具有一个立支皮革的系带烧腊包，方便出行。可以看到它外观非常的漂亮，做工细致，用料厚实，净重有14公斤。虽然不是折叠组装结构，会占用一些分量空间，但是它坚固耐烧，基本上到手就是装上烟囱就可以直接使用了，会是交通能到达的营地或者是豪华搬家露营的优秀选择。上面有2个提把，可以方便取出或移动炉具，底下有折叠支脚，可以架高离地。支脚的设计也非常细腻，前面是一片式的，我躺着打开；后面呢，它就是这样分开式的，我这样一个人就可以打开它。嘿 ，good。保护玻璃门的软泡沫啊，不要丢掉了。分段的烟囱及小工具配件就放在炉膛和烤箱里。装上烟囱，第一段呢有烟囱的调节阀门。最顶上这里呢有防落雨、防喷灰、防喷火星的设计。上层是烧柴火的炉膛，下层是料理食物的烤箱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细节。烟囱坐落在左侧边，这样可以让上面的烹煮空间更加的完整和宽敞。可以放一个这么大的锅，哇！也可以放一个小锅，一个大锅，或者这个锅，各种锅，也可以掀开盖板。直火加热，上层烹煮区是有加厚处理的，可以看一下它的侧边。这里同时也是颗粒燃料配件的扩充口，之后找机会再做介绍。两边的提把也可以防止锅具侧边滑落。感觉2侧提把也有可以对侧边吊挂的扩充能力。我试一下，噔噔噔！烧柴火的时候，这边的热量可不低哦，可以挂一个这样的平锅或方锅。哇哦，这样随便挂几个锅都好好看。我这再涮个肉，是不是绝了？这会不会太全能了？烹煮保温烤箱，这里是主炉下调节的进气门。上方还有侧窗开关、进气封幕，能有效缓解玻璃被熏黑的情况，同时提高燃烧效率，还可以营造出不同的火焰形态哦。这个我们后面会试给你看。打开带锁扣的门把，这个门把呢，可以在运输途中防止里面的内容物不会掉出，不是这样轻易打开的，是有带锁的。可以看到炉膛上方有夹层2次燃烧口。这里有个标识，柴火呢尽量不要超过这个线，因为这个孔会出火。搭配背部2次进气调节门，能够将有效未完全燃烧的烟气混合，使燃烧更充分，提高燃烧效率，更少排烟。这个设计很科学。后面这排孔洞就是木煤气进去的地方，也是后置接灰抽屉的落灰口，也是用这个万能工具手柄就可以打开，而且是可以伸缩的哦。这样一勾，就可以轻松打开接灰盒啦。然后关闭，当然也可以用在打开门把、上盖等多处地方的防烫操作，还有调节门。这时候可以注意观看一下，当你调节阀门时候的火焰变化。
炉膛前方这边有一定高度，并有3个凸起，是能够阻挡在燃烧中的柴火滚出来，造成危险哦。下层是带温度计玻璃门的烤箱，容量很大，烤一只全鸡是没有问题哦。当然，烤披萨和面包也是可以轻松胜任的啦。还有多处温控调节门，让你的每一道料理都可以调整到最佳的烹饪温度。烘烤温度是200度到300度。关于使用后的清洁整理，这2块门都是有快拆设计的。我现在就来示范一下，转到45度，这边。这样你清洁的时候也可以不会被门挡住，这样好清理啦，对不对？然后安装的时候呢，就这样放上去，轻轻加压就安装好了。Nice， 嘿嘿，这样对善后是不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呢？就到点火的时刻啦！连续几天气象说会下雨，都晴天，今天不忍了，决定出发。果然一早大晴天呐！用我这把帅气的 Nata 刀来劈柴。我今天要用英军饭盒做烤盆，这个烤鸡，这个烤面包。来比一下尺寸，烤鸡盆刚刚好，烤面包盆 OK。用个小技巧，这次我们用喷火枪让炉膛快速升温。
雨后能吃个茶叶蛋，感觉很棒吧？柴火有点湿了。 能不能烧就这次了，没有柴了。火烧起来了，准备煎牛排了。哇哦，树上的雨滴在油里会喷溅。下肉吧。 剩下的油，我们炒一点花野菜。茶叶蛋，茶叶蛋烧开了，看到没？加点水。是的。 再加个浓汤，哇！我才一放上去就冒泡啊，太强了！这浓汤已经好了，真的假的？呀，烤鸡好像还好，烤一下。 再烤个披萨，汤啊！看二次燃烧孔洞在时不时的冒出火。柴火壁炉带有烤箱，就是吃得更丰盛，已经迫不及待美食大餐了。等到气温降低，再来分享壁炉暖帐。至于你们最担心的柴火炉急速降温后会怎么样呢？答案揭晓。 通过暴雨试炼，材质厚实，没有变形，玻璃也没有什么熏黑，就算有点熏黑，擦一下也就干净了。开关门依然很顺。喜欢我的介绍，请记得关注我、分享、点赞。之后会介绍更多设计新颖、有趣的露营器具及多功变化玩法给大家。我们下期再见。